得知老公出轨后，我没有想象般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反而是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我不仅每天变着法的给他做大补的食材，反而还和小三做起了朋友，教起了他该如何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。直到看着老公日渐稀少的头发、昏暗无神的双眼，以及频繁性的头晕脑胀，我心下了然，自己的这个计划算是成了。随着老公再次流出了鼻血，一抹阴狠的笑容顿时也浮现在了我的脸上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深夜，趁着老公周燕睡着后，我如之前般熟练地解锁了他的手机，又从箱子里拿出了几包自己喜欢的零食，这才开始津津有味地看起了他和小三的聊天记录。发现周燕出轨大概是在1个月之前。那天，他如往日般赶在8点之前回到了家，一切看似都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可值得让人怀疑的地方。但心细的我却还是在他脱下的外衣上发现了一根极长的卷发。再回想起他身上那若有似无的香水味，这一切都极为明确地指向了一个问题：女人天生的第六感知力实在太强。当天夜里，我就从周燕的手机上发现了她出轨的事实。在她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中，我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。女人名叫林娇娇，大概在3个月前，他们俩就厮混在了一起。关于周燕已婚的事实，她也是完全知情的。那这摆明了就是知三当三，搞破鞋，恬不知耻了。我在心里暗暗判断了起来。不过在这从中，我也不难看出，周燕并没有和我离婚的打算。因为纵使林娇娇百般向她打探我的信息，周燕都是只字不说，巧妙地转移到别的话题上去。很显然，周燕害怕我知道她的这些丑事儿，更怕我会因此而向她提出离婚。不过这倒也能理解，毕竟论家世，我是本地独生女，虽然算不上有多富有，但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家庭了。论事业，我是高级营养师，不仅月收入十分可观，甚至还出版了几本营养学的书。论长相，虽然我不是什么绝色大美女，但也称得上是清雅秀丽、十分端庄的长相了。所以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我这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妻子，都是大家眼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女性。周燕也不是个傻子，自然更不可能会离开我。更何况，我给她带来的社会尊重，也不是一般人就能拥有的。想到这，我突然陷入了回忆，不由自主地回想到了我和周燕的过去。我们是在大学时相恋的，毕业没多久就结了婚。我还能清楚地记得，在周燕向我求婚时，一脸真挚地对我说她会永远忠诚于我，保护我，珍惜我，爱护我。在我们的婚礼上，她还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对我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。可距今只过去了区区3年，仅仅只这1000多个日夜后，周燕就忘记了她说过的这些话，对我变心的同时，也背叛了我们的婚姻。哪个人会不向往真挚的爱情呢？曾经我也认为周燕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地遇到了真爱，对他奉献出了自己100%的真心。但如今一看，这所有的一切都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和考验。周燕口中所说的那些承诺和誓言，宛如烟花一般，只存在那么一瞬，就随着时间彻底消散了。不过在得知这一切后，我并没有像想象般的那样接受不了事情的真相，去大吵大闹一通，反而是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甚至还开始暗中观察起了周燕和林娇娇。
或许是我也早已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周燕对我的懈怠和敷衍，也可能是我已经明白，大吵大闹非但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，反而还会把自己陷入一种难堪的境地。不过，我不去找周燕对质，问责她的所作所为，并不代表我默许了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忍气吞声了下来。向来敢爱敢恨的我，自然不会轻易就把这件事情了结。这1个月来的忍耐，已经让我彻底摸清了林娇娇，也想到了该以什么方式报复这对狗男女。第2天，赶在周燕回家之前，我特意做了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。果然，在她看见这些好菜好饭时，面上是掩饰不住的惊喜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做这么多菜？周燕的反应是我早都料到的，毕竟由于职业的原因，我的厨艺非常好，是堪比5星酒店的水平。但因为工作繁忙，我极少做饭，家里不是请小时工做饭，就是各自在外面解决好晚餐再回家。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下去，我特意加班加点地完成了未来1个月的工作量，就是为了能有大把的时间好好整治他们一番。老公，刚好这段时间我工作不忙，你喜欢吃的话，我今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看着周燕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大快朵颐的模样，我柔声细语地回答了她的问题。她拒绝不了美食带给她的诱惑，也更拒绝不了我的盛情邀约。毕竟不管她心里怎么想，但在表面上还是要好好维持这段婚姻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每天都会精心给周燕准备她爱吃的晚餐，看着她有时面色疲惫发愁地揉着眉心，有时面对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知道肯定那头的林娇娇和周燕闹了起来。早在这几天，我观察他们2人的聊天记录时，就已经发现林娇娇对周燕每晚按时回家，不陪她一起吃饭而心生不满。甚至在昨天，她还因此和周燕在手机上吵了起来，不仅满屏都飙起了脏话，还在最后嘲讽起了周燕没吃过饭，非要回家吃饭。紧接着，无论周燕如何解释安慰，都不见她回复一句。不过林娇娇的心思可瞒不过我的眼睛，她越和周燕争吵，就说明她越在意这件事情。不过这也恰好正中我的下怀。第2天，我就来到了一家瑜伽馆，因为据我所知，林娇娇时常在这个瑜伽馆里面练习瑜伽，而我也十分贴心地报名了她所在的教学班。上课的当天，我还格外带了一些低脂低糖的桂花糕给大家品尝，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特地说明了不仅自己厨艺很好，而且还是营养师。由于练瑜伽的大多都为女性，对既能吃好又能吃的健康这方面很感兴趣，所以大家纷纷向我投来了善意的目光，甚至还有几个人过来向我要了微信，而我自然也是来者不拒，纷纷应了下来。直到我看见林娇娇在吃了一口桂花糕后，那2眼发光的表情，我知道自己的这一步算是走对了。果然，在课程结束后，林娇娇主动来到了正在收拾东西的我面前。你好，我是林娇娇，你做的桂花糕很好吃，可以请你教我烹饪吗？我可以付给你报酬。林娇娇的这番话让我不由得露出了一抹不着痕迹的笑容，但我明白自己并不能表现得太过激动和热情，以免让她产生怀疑。于是我像略带思索了一番后才缓缓开口，你愿意学习的话，我当然可以教你，只不过我还有工作，得看看有没有时间，如果实在排不开的话，只怕是不行了。说完，我还对林娇娇轻轻笑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着你的时间走，
只要你有空的时候，记得联系我就行。”边说着，林娇娇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急忙和我加了微信好友，生怕再晚一秒我就会拒绝她一般。很好，我要的就是她这种打杆子上的效果。我微笑着和林娇娇说了再见，随后就一脸舒爽地离开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每天都能收到林娇娇发来的短信，看似是简单的问好，实则是在暗戳戳询问着我是否有时间。不过我都以自己最近太忙没时间回绝了他。直到第3天，我才在林娇娇的打探下回复了他自己明天有时间。我的信息刚发出去还不到1分钟，就收到了林娇娇的回复。她十分激动地表示自己随时都有时间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还率先给我转了5000块钱。假意推脱了几下后，我才在林娇娇的强烈要求下点击了收款。但这笔钱我收的也是十分心安理得，因为林娇娇在认识周燕后便辞去了工作，现在她租住的高档小区，生活的吃穿用度都是花的周燕的钱，而这些钱全部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第2天，我按着林娇娇发给我的地址来到了她家门口，咚咚咚地敲起了门。门开得很快，仅仅几秒，林娇娇的脸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看来她这是早早的就起来等着我了。只见她一脸热情地给我拿了一双拖鞋，接着拉起我的手就把我领进了屋里。于敏姐，快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林娇娇指了指客厅的沙发，示意我坐下，随后就拿了一个杯子来到厨房，给我倒起了水。看着这将近100平的房子，各种家电也是一应俱全。看来周燕对她的这个小情人真是大手笔，不由得我对她的恨意更深了起来。林娇娇将水递给我后，顺势就坐到了我的身旁。于敏姐，上次你做的桂花糕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这几天一直都念念不忘，去市场买了好几次，但是做出来的都不是你的那个味道。看着林娇娇那一脸回味无穷的样子，我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起来，但脸上却还是一脸温柔的表情。等你学会了之后，你想吃什么，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出来了，既安全又健康。是啊，于敏姐，昨天知道你能来，我高兴了好久，特意跑去了附近的市场，买了很多食材，又准备很多厨具。不过我不会做饭，也不知道买的全不全，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再去买。我顺着林娇娇的目光走到了厨房，看着这大部分还带着标签的崭新厨具，看似十分随意地问道：“娇娇，你怎么突然想着要学烹饪啊？现在大部分小姑娘都不愿意做饭的呀。”我的话让林娇娇怔了一下，但很快她就开口回道：“我想做饭给我男朋友吃，不是都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男人的胃吗？”说完，林娇娇还不好意思般的露出了十分娇羞的模样。虽然这一幕在我眼里看起来既恶心又反胃，但我还是硬生生的忍住了想要呕吐的冲动，甚至还飞快地转换起表情，调侃着林娇娇的男朋友真是好福气。紧接着，按照林娇娇的要求，我先教她做了2道简单易学的小炒。不过烹饪这个东西倒是需要一些天赋的。看着林娇娇模仿我的样子切菜、颠锅，但最后却只做出来一堆黑乎乎烧焦的东西，倒是颇有一番东施效颦的意思。看着林娇娇那一脸懊恼的样子，我还是耐着性子拍了拍她的肩膀道：“没事儿，娇娇，初学都是这样，熟能生巧，等再多练几遍就会好了。今后我每天都抽时间过来教你，相信你很快就会学会的。”
许是我的安慰起了效果，只见林娇娇攥着拳头，深呼一口气，抬起头看向了我。于敏姐，你说的对，有你这个厨神在我身边教我，我肯定能学会的。我现在去找一个本，把这些步骤全都记下来。说完，他就蹭蹭蹭地跑进了卧室，准备去拿笔本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再看看这一地狼藉的厨房，我倒是希望他能学得快一点，自己好能少费些功夫。虽然林娇娇对我表现得十分友善，但这都是在她对我有所图的前提下。况且我又不是傻子，我不是看不出来。林娇娇眼神中散发着的野心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。林娇娇肯定会觉得，等她学会了烹饪，不仅能留得住周燕，也能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了。那么周燕说不定就能和我离婚，而她顺势就可以登堂入室，成为周太太。只不过她的想法实在是太过简单，并不知道周燕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只会烧出好吃饭菜的贤妻良母，而是一个能力、事业、家境都能给他身上贴金的妻子。他想不到这一点，周燕也未曾和他说过这些，因为就算告诉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是她这种女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匹及到的高度。想到这时，林娇娇也拿着本子来到了我的面前，看着她那充满希冀的眼神，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。于是我念她写，把所有的重要步骤全都一一记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在又尝试了几次之后，她做的菜虽然算不上什么美味珍馐，但也算勉勉强强过关了。眼看着快到周燕下班的时间了，我向林娇娇约好了明天的时间，就匆匆地赶回家，准备起了晚餐。回到家的周燕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饭，一边夸赞着我，说能娶到我真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不知道她在面对林娇娇的时候，说的又是怎样的一番话，露出的又是什么样的表情。虽然我很想立刻扇周燕一巴掌，然后狠狠地揭穿她虚伪的真面目，但心里那来自理智的声音还是告诉我，不要冲动，莽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况且周燕马上就要吃到她的好果子了。就这样，接下来的一周，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林娇娇那里教她烹饪。她也终于算是掌握了一些烹饪技巧，做出来的东西一次比一次好吃。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林娇娇对我也是愈发亲密了起来。在空闲的时候，她还会和我聊起自己和周燕的相处日常，甚至就连发生争吵矛盾都会和我讲。不过她的这一举动倒也正合我意。于是这天刚到林娇娇家，我就建议道：娇娇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喜欢吃羊排吗？不如我今天教你怎么煲羊排汤，等你男朋友下班后叫他来吃，还能给他一个惊喜。刚好你不是说前2天你们吵架了吗？还可以缓解一下你们的关系。我的话让林娇娇的眼神惊喜的一亮，但随即又立刻暗淡了下去。见她迟迟不说话，我不由得拍了拍她的肩膀：娇娇，你这是想什么呢？怎么突然之间愣神这么久？我知道她这是想到了周燕这1个月来每天晚上还要回家吃饭的事儿，根本无暇顾及她。不过我自然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般的，慢慢引导着她。只见回过神的他张着嘴，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最后只能找了个漏洞百出的借口，说是周燕工作太忙，不一定能赶回来，然后就沉默的不再说一句话。是啊，他总不能和我说，他找的男朋友是一个有妇之夫，每天还要按着老婆的要求回家吃饭吧。不过他既然也知道当小三丢人，但还是这样子做了，那不管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，
就怪不得旁人了。我并没有略过这个话题，而是接着说：娇娇，不如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呢？这可是你第一次下厨，专门为他做饭。如果这他都不能来捧场，那这个男朋友当的也太不够格了吧？男人嘛，有时候还是不能太惯着，女人得把男人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里。许是我的话刺激到了林娇娇，只见她拿起手机走进卧室，就给周燕打去了电话。由于隔音的问题，我听不清他们之间的对话，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大概过了10几分钟后，只见林娇娇满脸喜悦地来到了我面前。看她这副样子，不用说话我就知道周燕肯定是答应了她的请求，而这一切全部都是在我的计划之中。周燕她答应了，她答应了一会儿来我这吃饭，还说如果做得好的话，那她今后每天下班都过来陪我吃饭。于敏姐，快教我怎么煲羊排汤！林娇娇一边说着，一边兴奋地摇着我的胳膊。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实在过于激烈。正常的男女朋友一起吃个饭，怎么会让人激动成这样？不过我也会拉住她的胳膊，一副替她高兴的样子。只不过在我扯出的笑容后面，满是森森的冷意。早在决定开始行动后，我就提前告诉了周燕，由于工作人员变动，出现了新的安排。今后我下班回家的时间要比他晚1个小时，等我到家后再给他做饭。周燕笑着点头，还一脸贴心的和我说：“别太累了，我知道这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例如和林娇娇见一面，再例如美美的吃一顿林娇娇做的晚餐。”很快，在我的指导下，林娇娇成功地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，然后将食材全部放进了压力锅里，设置了1个小时的倒计时，只需要再等待1个小时，这盅香喷喷的羊排汤就煲好了。而周燕下班后刚好可以吃上新鲜出锅的羊排。在离开林娇娇家后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厅喝起了咖啡。毕竟今天时间充裕，一切事情我都可以慢慢来做。眼看着时间差不多，估摸着周燕现在应该离开林娇娇家了后，我这才十分不情愿地起身，来到了周边的市场，最后挑选了半个清脆多汁的西瓜，又买了一些新鲜的莲子后，这才回了家。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只见周燕十分殷勤地跑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还一脸关切地问着我今天累不累。不过纵使如此，我还是看出了她有些凌乱的呼吸和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。看她这副样子，就知道她这是刚回来没多久。看来为了能赶在我之前回来，她也是煞费苦心啊。我自然是装作没有看出这一切，而是系好围裙就往厨房走去，嘴巴里还不忘记对周燕说：“老公，你饿坏了吧？我现在就给你做饭，你别着急，马上就好。”大概半小时后，我将刚做好的一盅西瓜莲子羹和几碟小菜端上了餐桌，然后就招呼着周燕快来吃饭。这一次看到饭菜的周燕并没有表现出往日般的那种急切，我知道她这是在林娇娇那儿吃饱了。不过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些东西又怎么能浪费呢？于是我故作一脸疑惑道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是我做的这些你不喜欢吃，还是你生气我今天回来的太晚了？”我的这番话一下子就噎住了周燕，这下子她算是连借口都找不了。没有啊，老婆，你做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有不好吃的？我就是看这个西瓜莲子羹，真是不得了，看着实在是太漂亮了，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恋爱的时候。虽然周燕说的话让我觉得既虚伪又恶心，
但我还是笑意盈盈的给他盛了满满一大碗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来这一套。不过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多吃一些，好好回味一下我们的过去。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任谁都没法再说出拒绝的话。周燕只得硬着头皮接过我递来的碗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吃的时候还不忘对我拍起了彩虹屁。老婆，这个西瓜莲子羹不光好看，竟然还这么好吃，不仅味道清甜，还不腻人。我笑着听着周燕说的话，并没有回答或者附和什么，只是在她囫囵般的吃完这一碗后，又十分贴心的给她续上了一碗。很快，这一盅西瓜莲子羹就这么见底了。看着那连渣都不剩的碗底，以及周燕被撑得已经隆起的肚子，我对她露出了一个满意且开心的笑容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周燕就开启了她吃2家饭的奔波生活。林娇娇做番茄，我就会做绿豆汤；林娇娇做炖鹅肉，我则做吊梨汤；林娇娇做白灼大虾，我则为周燕准备水果沙拉。直到这天，周燕早晨起床后，我看着枕头上散落着的大把头发，忍不住的冷哼一声。我知道好戏在这一刻终于就要开始了。果然，周燕的情况开始越来越严重，从最开始的只是掉头发，加剧成了连眉毛也开始脱落，甚至还频繁地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。不过周燕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只是觉得是自己最近这段日子过于劳累，还让我多给她做些好的补身体。而那头的林娇娇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，还多次询问了我做什么东西能大补，她要做给周燕吃。我自然也是毫无保留，把所有大补汤的做法全都告诉了林娇娇，让她多给周燕做一些。只不过她并不清楚，如今周燕的这个身体情况和过度疲劳没有一点关系，也根本就不需要大补。相反，越补对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越大。就这样一连补了几天后，周燕的身体出现了更大的问题。她整个人仿若一副行走的骷髅，不仅双目无神，反而还面色蜡黄，甚至在昨天晚上还毫无征兆地流了很多鼻血，无论怎么止都止不住。我看似一脸关切地守着她到半夜，还说明天多给她做些猪肝补血，实则我在背后则露出了一脸阴狠的笑容。直到第二天临近中午，正在工作的我突然接到了周燕同事打来的电话。在电话中，他告诉我周燕突然晕倒了，已经叫了救护车，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让我赶紧来医院。接到电话后，我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奔向了医院。是的，我很着急，我很想立刻看看周燕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。还不等我进病房，隔着玻璃我就看见周燕毫无血色，形如枯槁般的躺在病床上，床头还挂着一个吊瓶，正在输液。正当我想推开门走近看看周燕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一个护士却突然一把拦住了我。病人是现在身体非常虚弱，意识不清，也没有办法说话，目前不允许探视，家属可以先在门外等着。而这时，周燕的同事也来到了我身旁。嫂子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听大夫的，毕竟人家医生是专业的。我硬生生地逼自己挤出了2滴眼泪，哽咽地说道：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明今天一早周燕从家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会一下子就这样了？说完这番话，我就嚎啕大哭了起来。不管任谁看了，都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。而我也从周燕同事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。据说，周燕在早上刚到公司后，就说自己的头非常痛，
本来想着中午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结果还没等到中午，周燕就突然一下子倒在了工位上，紧接着就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。直到深夜，医生才告诉了我确认周燕瘫痪的消息。由于她是突发性脑溢血，虽然送医及时，但由于自身免疫力过低，所以医生也无力回天。今后她怕是只能躺在床上过完下半辈子了。我不由得在唇角勾出了一抹胜利者的微笑，却在抬头的这一刻正好对上了林娇娇的视线。在看清楚我的脸后，她的脸上有控制不住的震惊。是你害了周燕，大家都不是傻子。在确定了我的身份后，林娇娇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。不过她说的这句话倒让我不爱听了，于是我毫不留情地打掉她指着我的手指，一脸嘲讽地说：“不是我害了周燕，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我们害了周燕，或者是只有你害了周燕。”我的这番话让林娇娇惊得后退了2步，但很快她还是强装镇定地说：“我害了周燕，我害她什么了？是你这个毒妇看不得我们好，把她弄成了这副样子。”我轻蔑一笑道：“林娇娇，你要记住，我和周燕才是合法夫妻，而你只是一个小三，一个插足者，你没有任何资格在我面前和我叫嚣。还有，既然事到如今，我不妨就直接告诉你吧，你每天给周燕做的菜和我给她做的菜相生相克，水火不容，长此以往下来，这就像慢性毒药一样在腐蚀她的身体。不过这也多亏在最后我又给她加了一剂猛药，这才能有如今的效果。不过你要是想替周燕报仇，恐怕也没什么用，因为你这个插足者才是真正害了她的人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有你的功劳。毕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这个小三，为什么突然学起了烹饪？又为什么要求周燕每天陪你吃饭？这一切你能解释清楚吗？说完，我轻轻拍了拍林娇娇的右脸，看着她那逐渐凝固的表情，我毫不在意地轻哼了一声后，就直接转身离开，不再去看她一眼。今后，林娇娇会永远活在愧疚和自责中，不知道午夜梦回时，她又会作何感想呢？几天后，我收到了林娇娇寄来的包裹，里面不仅放着周燕曾经买给她的各种首饰珠宝，而且还有一张10万块钱的银行卡。只见最下面放着的一张字条上写着：“这里面是周燕买给我的全部东西。”那张银行卡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我会离开这座城市，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看完后，我随意地将纸条撕碎，然后撒向了空中。我知道林娇娇这是害怕了，见识到了周燕的下场，她害怕我也会报复她，所以率先这么做，希望我能放过她。至于周燕，在出院后，我就直接将她扔进了疗养院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附在她的耳边，将自己是如何接近林娇娇，如何报复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看着她那副想要打我却站不起来的样子，我不免觉得既痛快又好笑。如今她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，对我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。这就是一个人吃2家饭的下场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。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，我就潇洒地转身离开了。等再过2个月，我就停掉周燕在疗养院的费用。他这样的男人，又会有谁去在意他的死活呢？半年后，在和之前瑜伽班的老师八卦中，我意外得知了林娇娇的消息。离开这座城市后，她发现自己怀了周燕的孩子，但孤身一人的她无力抚养，最后选择了打胎。不过在手术的过程中，她竟然突发大出血，最后为了保全性命，只能摘除子宫。
今后都再也当不了母亲了。得知这个事情后，我并没有因此而为她感到唏嘘，相反，我只觉得一切都是因果轮回。因为在得知周燕出轨后，我也失去了在我肚子里的小生命，在我不知道它来临的情况下，又这样悄无声息地离我而去。而林娇娇和周燕如今的下场，也只不过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下场罢了。在伤害别人的时候，就该想到自己的报应也会马上来临，真可谓是害人中害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